OK， 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，是7月2号。那距离我上班只剩下2天，对，我要离职了。在谈论我的个人经历之前，我想要跟大家谈论一下目前营造业的现况。为什么我会从这个营造业离职，然后去做其他份的工作？我想免不了它本身的工作性质。根据民国112年内政部国土署所颁布的营造业经济概况调查报告当中指出，当年的总劳工人数约16万5千多个人，然而却高达有5万2千多个职缺是没有人来做的，相当于在基层比例当中有高达70% 的空缺比率。那为什么会造就营造业有这样子空缺比率如此之高的现况呢？那接下来的影片我想要跟大家做比较仔细的探讨。因为我在营造业待得不够久，所以以下提出的这些缺点啊跟论点都是我结合我自己本身的经验，再加上我的主管跟同事们的经验，然后推论下来的。那首先啊，我觉得在工时方面，虽然营造业没有像科技业啊或者是一般轮班制的工作这么的超，但是在专案推行没有到那么顺利的时候，基本上都需要加班。原本加班的心情就不会太好，在营造业的现况更多是责任制的加班，简直会让人崩溃哦。因为营造业的进度常常出现问题，也就是说，营造业的工作因为时效性的关系，常常需要加班到晚上。如果在此时结合了营造业的待遇，那心情上就不会更加的好受哦。因为营造业啊，在薪水方面虽然不会拿得比一般外面的工程师差，但是跟一般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上班族比，绝对是辛苦很多很多的。除此之外，原本拿的薪水就不高，但却因为缺工的问题，工程师常常需要身兼多职。除了要负责施工管理和现场的监督之外，还要负责担任品管、安卫跟公务工程师的工作，甚至时程跟图说等工作都会让你揽在身上。设想一下，当你每天累得半死，在外面吹风淋雨日晒了一整天，下午好不容易回到办公室，结果还要继续做内业的工作，做不完还要加班，加班了以后还不一定会给你加班费，这样的工作你会想做吗？第二点就是压力，做一个土木工程的专案，动辄是数千万到几亿都有，要想保持在进度，并且顺利推动专案顺利的执行，工程师都要敏锐且机灵的解决任何问题。讲直白一点，就是工程师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一定要马上做处理解决，不能因为你在休假中就忽视任何问题，或者是你明明还有很多工作在身，然后你就不管它。因为推行专案就会有时效性的问题，承办的工程师就必须得要快速的面对问题，然后解决。基本上只要有出错，或者是稍微迟了那么一点点，都会面临到罚责的问题，而且还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。第三点，成就感。相对起日新月异的科技来说，土木营造业要获得成就感，真的很难。一项公共工程或者是一个大楼的建制，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。当然，这个行业的好处，就是因为可以累积专案的经验，去换取更好的薪资待遇。但是呢，在同样的用专案经验去换取薪资待遇的这种方式，在科技业也能够做到。科技业每半年到1年就会换新的产品，然后推陈出新，时间上比较紧凑，累积经验也更快，所获得的薪资也比较高。那结合这3点以上的缺点，你认为有多少人还会愿意继续待在这个营造业，从事这份工作呢？因此啊，综合以上3点原因，我才会选择从营造业转到科技业发展。除了刚刚讲到发展效率的问题，也考虑到我自己生活上的意义。
对我来说，与其在营造业拿着不高的薪水，然后每天也是累得要死，不如换一份工作试看看。虽然科技业应该也是会很操，但是至少在待遇跟发展方面都会比较好。至于我从营造业辞职之后，在科技业又做了什么样的职位，做了什么样的工作，我想等到之后再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吧。那可以跟大家确定的是，我不会在台湾工作，之后会在国外做派遣。有机会的话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的生活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，拜。